我挑战谁，谁都害怕。想打我，看我的拳头！给我狠狠的揍他，狗娘养的 ！KO。眼前这个被 KO 的日本选手叫做盐田祈福，号称在拳坛没有中国人能够活着逃出他的手心。别看他个子不高，但是在日本拳坛可是响当当的人物，打出45战40胜的战绩。而且赛前还说他最喜欢打的就是中国人了，今天一定要把中国选手打到跪地求饶。那对于这种嚣张并且不要脸到极致的小日本子，我们的中国选手当然不会手下留情，直接成为抗日猛将，暴打小日本。那现在出场的选手就是我们的抗日猛将黄镇岳。从小就非常喜欢看各种武打电影，长大后更是把武术和搏击相结合，最终成为了国家1级武术散打运动员。今天他就要好好教教这个小日本子该怎么做人。好的，我们话不多说，比赛已经正式开始。那这场比赛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对局。可以看到现在场上的两名选手，穿着黑色短裤的就是咱们的黄镇岳，另一边白色短裤就是日本的盐田祈福。那今天这场比赛是一场每回合5分钟的对局，所以说对于这个双方选手的体力消耗是非常大。可以看到现在小日本子率先出击，想要去扳腿把咱们黄镇岳扳倒。不过这个黄镇岳的这个核心力量非常强啊，这个小日本子没有那么容易得手。但是对于这种恶心人的小日本子一定要倍加的小心。而且可以看到双方这个身高差距还是比较大呀，咱们这个黄镇岳是要比这个小日本子高上1头的距离。这个小日本子像一个小矮人一样，像一个小土豆，所以他非常喜欢去攻击东方选手的下盘，因为身体个子不高，只能是钻裆。现在这个小日本子是再次主动出击，双方现在来到了一个地面战。果然这个个子不高就喜欢在地上出溜啊，虽然说这个个不高，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劲儿还是蛮大的呀，刚刚是把咱们的黄镇岳直接举了起来。那这时候双方在一个地面战，咱们黄镇岳也是占据了优势的身位，用胳膊锁住了这个小日本子的头。 4점에서 니킥이 들어갔기 때문에 반칙이고 신승열 레프리가 일단 주의를 줬죠. 저게 원래는 바로 그 강점으로 이어져야 되는데 치맥탄 아니었기 때문에 넘어갑니다. 자, 다시 왼 다리. 这个小日本子现在用出了一个泰迪抱的招式啊，紧紧的搂住黄镇岳的腿。 네. 이와다에게 깔리는 것도 나쁘진 않은데 백 내주면 정말 재미가 없어요. 하지만 일어납니다, 황주현이. 굉장히 좀 대처를 좀 잘하고 있어요. 네, 몸이 움직임이 유연함이 넘치는 것이 이런 것은 실은 기술이라기보다는 스파링을 많이 한 거예요. 그렇군요. 점점 이와타 케이스키는 힘이 빠질 텐데요. 자, 1라운드 지금 2분 정도 흘러가고 있는데 계속 그라운드를 좀 끌고 가려고 하는 이와타입니다. 이와타가 드디어 사이드에서 움직임을 고정시킬 수 있을 것 같습니다. 자, 그러나 이제 바짝 끌어당기. 可以看到这个小日本子现在是把黄镇岳压在了身下，不过能压到的地方并不多，因为这个小日本子只有一小块啊，压到的这个地方实在是有限。现在双方回到了一个站立的对拼，这个小日本子的地面战还是很强啊，所以说尽量不要去打。现在直接把他击倒，连续的挥拳。小日本子还想去进攻下盘。 이미 체력이 좀 많이 빠졌습니다. 그렇습니다. 자, 아직까지 황전유해가 조금은 여유가 있어 보이는데요. 계속 끌어당기고 있는 이와타입니다. 이와타는 조금 오버페이스가 있고 황준희는 몇 번 위기가 있었습니다만은 잘 넘어가고 있죠. 예. 네. 可以看到这个小日本子挥拳完全是打不到黄镇岳啊，这个只要蹬开，距离差了很大一块。现在时间还剩下2分钟，双方这一回合打得很猛啊，一直在地面焦灼。那3个回合5分钟的战斗，对于这个双方体力消耗是极其大的呀。 서 체력 빼내고요. 오른팔은 묶어놨습니다. 안바 실패하고요. 황진이는 대단히 유연합니다, 몸이. 저 또 빠져나오죠. 자, 라이트 펀치. 그러나 빗나갔습니다. 이와타는 지금부터 조금 체력 可以看到这个小日本子不想去硬扛，知道自己这个身高不高，完全不想站立拼拳，只要是抓到机会就狠狠的抱住咱们黄镇岳的腿。啊，他的师傅可能是叫泰迪呀，这个招式实在是太像这个泰迪了。 입니다만은 여의치 않습니다. 이와타가 차분하게 노리고 있습니다. 아직 시간 1분 정도 남았죠.
숨 고르면서 어느 쪽으로 방향을 펴려고 하는지 살펴보고 있는데 황준희가 이쯤 되면 뒤돌립니다. 네. 팔을 먼저 제압했기 때문에 오히려 백을 황준희가 虽然说这个小日本子非常喜欢打地面战，而且非常容易进到地面战，不过他这个力量确实是有限啊，跟咱们黄振岳相比，在地面上他也占不到太多的优势。那这时候黄振岳也是开展了一个骑狗打法，边骑边用这个拳头去轰击他的头。时间还剩下最后的30秒，看一下能不能痛击一下这个小日本子。这个小日本子长得实在是太小了呀，这个想锁都不太好锁。 케이스케가 턱을 당기면서 잘 패스해냈죠. 자, 1라운드는 뭐 대략적으로 이렇게 마무리가 될 것 같습니다. 둘 다 좀 지쳤는데 제가 봤을 때는 이와타 쪽이 좀 더 많이 지친 것 같아요. 초반에 확실히 그 몇 好的，现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已经结束，这回合双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打一个地面战，不过还是咱们的黄振岳占了很大的优势。这个小日本子也是一直在被压着打呀。当然，我们期待一下，在第二回合双方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好的，现在第二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那刚刚咱们的黄振岳也是稍作休息，恢复了一下体力。看一下这一回合，这个小日本子还是不是想进到一个地面战？ 哎呦，这一拳非常的漂亮啊！这个小日本子想要去抱腿，但是被一拳打倒。现在咱们的黄振岳是连续的进攻。哎呦，再次被这个小日本子抓到了这个腿，还是想进到地面战。这个小日本子很想去发挥他这个个子矮的优势啊，一直在打地面，像一个地出溜一样。 这回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小日本子体力明显是不够用了。哦呦，这个踢腿真的是这个腿实在是太短了。 지금 그럴 만한 킥이 나오지 못하고 있고요. 아마 다리 잡히는 것 때문에 좀 그런 것 같아요. 이런 식으로 다리 잡힌다라고 생각해서 그랬는데 이럴 때는 멀리서 투투 던져주고 이렇게 무리해서 들어오면 받아 먹으면 됩니다. 그런 점에서 지금은 황준희 선수 입장에서는 상당히 좋은 그림이죠. 백 돌아갈 수도 있지만은 오른팔 다시 넘어지네요. 자, 다시 한 바퀴를 돌아서고 있는 이와타. 이와타가 여기서 잘 고정을 못 시킵니다. 기무라 그립으로 가나요? 실패하고요. 虽然说这个小日本子个子不高，但是非常难缠啊，他这个贴得很紧，想要去摆脱掉也没有那么容易。来看一下咱们黄振岳会采取什么样的战术。可以看到现在是右手锁在了这个小日本子的头上，看能不能直接把它锁住。 입장에서 황준희는 상성은 좋지는 않은 타입입니다. 쓰러뜨리는 것을 합니다만은 눌러놓지는 못하고. 지금은 이와타가 이런 움직임 나오는 것은 체력 소모 때문에 그렇죠. 분명히 지금 그라운드에서도 어떤 그 신장으로 인한 차이가 느껴지는 지금 상황이네요. 그렇습니다. 패스하려고 하더라도 다리 길이가 차이가 나면 굉장히 힘듭니다. 자, 일단 다시 일어섰고요. 那现在双方的这个情况非常的焦灼，黄振岳是一直想要去挣脱掉、摆脱掉这个小日本子，看一下这个身位能不能把它蹬开。 因为一直在地面耗着的话，是 KO 不掉这个小日本子。 여기서 움직임이 조금 덜 나온다 싶으면은 언제든지 레프리가 중앙에서 스탠딩 시킬 수가 있거든요. 약간은 지금 소강 상태로 좀 빠져 있고요. 이와타 입장에서 现在时间还剩下2分半，这个小日本子依旧是想要去压制哦，但是黄振岳现在是摆脱掉了。小日本子现在连续的摆拳。 来看一下黄振岳现在选择和这个小日本子再次来到地面战，不过这个时候咱们的黄振岳占据了一个上位的优势位。好的，现在黄振岳是利用他身高的优势碾压住了这个小日本子。这个腿部力量还是比较强，直接把黄振岳蹬开。 可以看到，这个小日本子的头好像已经被打到大了一圈儿。哦呦，这下是直接被打倒。之后，咱们黄振岳连续的重拳轰击。这个小日本子终于是回过神来，但是没有用，依旧被黄振岳压在身下。
他想要挣脱，但是黄振岳连续的重拳，让这个小日本子根本没法反抗。 나올 수 있는 상황이기 때문에 움직이려면 지금 움직여야 됩니다. 황준현은 더 봐줄 필요가 없죠. 자, 신승현 레퍼리도 지금 좀 애매한 상황일 것 같습니다. 애매합니다. 예. 지금 여기서 황준현이가 조금만 더 공격적으로 나오면은 现在黄振岳还在持续的进攻，连轰了10几拳之后，这个小日本子终于是扛不住了，裁判也是直接结束了比赛。再打下去，这个小日本子可能就会当场暴毙啊！那现在的这个小日本子瘫在这个场地上，完全没有开场前那种嚣张的气焰。那黄振岳现在也是成功的教会了这个小日本子如何在拳坛上做人。可以看到，现在医生也急匆匆的跑过来看看他死没死。好的，那现在最后让我们恭喜黄振岳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这个危险了，太危险了，基本上连续的重拳，这个不行，20多次的重拳，手拿起来已经没有机会了。注意看，视频中正在疯狂暴打中国选手的家伙，正是连邱建良都不敢惹的荷兰不败拳王阿尔伯特·克劳斯。和他交过手的中国选手，不是被打得满脸挂血，就是被一拳打断肋骨。曾在中国一夜之间连续击败3名中国选手。他不止在中国擂台无人能敌，在国际擂台更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曾击败过日本天王磨砂豆和泰国传奇拳王波球，还曾当众向拳王泰森发起过挑战。他曾在媒体面前这样评价中国拳坛：中国拳坛在我的眼里就是个笑话，其实和小孩打架没什么区别。我在中国打拳，无非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因为打中国拳手实在是太轻松了。面对荷兰拳王克劳斯的嚣张态度，21岁中国小将李壮壮霸气出击，要与其一决生死。 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荷兰不败拳王克劳斯大战中国小伙的一场精彩对局。好，眼前的小伙子看起来非常年轻，他的确很年轻，才21岁啊，中国小伙李壮壮。本场比赛原本的出战选手并不是李壮壮，而李壮壮则是替补出战。据说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李壮壮已经为自己买好了坟地，买好了棺材。 没有错，本场比赛他是抱着一决生死的态度来打本场比赛，因为对方的克劳斯实在太强大啊，来中国6年时间未尝一败，实在是太强了。来华5年未尝一败啊，曾经还一晚上击败过3名中国选手，就连武僧一龙都被吓得屁滚尿流，不敢与之一战。那么这位21岁的小将李壮壮霸气出山啊，也是非常有勇气了。好，本场比赛看一下李壮壮大战这个荷兰拳王，本场比赛会有怎样的一个精彩的表现？21岁啊，大战这个35岁应该是啊。那么对方的作战经验很丰富。那这个克劳斯呢，不只是在中国难寻敌手，在国际擂台也是大杀四方。击败过磨砂豆，也击败过波球啊，甚至还敢挑战泰森。好，这个家伙现在也不年轻了啊，35岁。好，来看一下红方选手白色拳套，中方选手李壮壮，21岁。 但是他的作战经验也不少了啊。据说他呢，这个8岁就开始练拳啊，他的父亲也是一个散打名将。我们看比赛一开始，李壮壮是没有像其他中国选手一样有畏惧对方的意思啊。打这个克劳斯呢，千万不能后退，因为这个克劳斯非常喜欢压制你，如果你一旦表现出害怕他的意思，那就完了。 感觉李壮壮的肌肉啊，还有他的状态是有些紧张的啊，动作是比较僵硬。李壮壮要小心，千万从这个笼边绕出来，不要给这个克劳斯任何把自己逼到这个角落的一个机会。实际上这个克劳斯啊，他的腿法是非常一般的，他强的地方就是他的拳法，全方位立体打击，他可以打遍你浑身的每一个部位。但是李壮壮练习过散打啊，腿法相对来讲就不错了。好，这个克劳斯还是一如既往的推进式的一个打法。
李双要注意防守了啊！刚开始吃到对方很多拳，但是还好啊，35岁的克劳斯肯定是没有当年这个拳头那么重了。好，敢打！哎呦，这个拳很硬啊，壮壮，一定要敢打啊！这个时候不能退。那么赛前，美国的专家开始评测啊，说这场比赛李壮壮的胜算大概是多少？美国专家认为呢，说这个我们壮壮的胜率啊不足1成啊，不足10%。的确，从双方的这个以往的生涯数据上来分析啊，这个壮壮的这个胜率的确是不高啊，漂亮。哎呦，要小心。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结束。那无论怎么说，无论外界人士怎么看我们中方选手，但这场比赛我敢说，壮壮的胜算是非常大的。为什么？敢打敢拼，而且小伙子完全没有惧怕对方的意思，只可能说啊，有一点点紧张。紧张很正常，因为对方啊毕竟是来华6年不败啊，所以说呢，有点害怕，有点紧张呢，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恐惧是人类和生物的本能，而勇气才是人类真正的赞歌。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2回合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在第一回合，双方整体的分数和打击数上来看几乎差不多。这个是难分上下的，要交给专业裁判了。好，李壮壮的状态是有所回温，整体状态是开始放松了。好，连续扫踢，一定要顶住。我们也知道你的压力很大。好，漂亮，前手点刺点得很准，其实可以多打点刺啊。这克劳斯啊，我觉得他的反应速度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快了。连续的点刺呢，能打断对方的一个进攻节奏，百利无一害。哎呦，哈哈，这个神龙摆尾，这招估计是邱建良教的啊，这个姿势也是非常像。但是这个克劳斯啊，对于距离的把控和这个看穿对手啊动作的这个眼睛啊，的确很厉害。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经验。但是无论你有多么强的经验啊，这也不是你小瞧我们中国拳坛的资本。哦，漂亮！打完之后从对方的身上挂过去。啊，这个气势一下就有了。腿法上的确我们壮壮要比这个克劳斯呢好非常多，而且目前克劳斯他的这个压迫式的进攻啊也没有打出效果。漂亮，而且壮壮的游走啊也非常灵活，没有让对方啊把自己压制到笼边啊，这就已经很不错了。争取呢多打一些分数。这撤退速度也很快啊。当初这个克劳斯呢，这个多次提出要打一龙，但一龙每次都有借口啊，这个不是感冒了，就是这个受伤了啊。总而言之啊，这个借口找了不少，两人也没打成过啊。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第2回合结束，非常的精彩。第2回合克劳斯呢，他也是依旧压迫式的进攻，但这种压迫式的方式呢是非常消耗体能的，而且这回合他也没有打出太好的效果。而反观是我们壮壮是越打越有感觉，越打越来劲儿啊！小伙子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啊，来恢复自己这个自信的。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第3回合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好，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第3个回合，看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看一下壮壮今天啊有没有机会去这个 KO 克劳斯。好的，漂亮，再来。
高扫腿。好的，漂亮！第3回合一上来，哎呦，前勾平勾，继续打。这个时候不能停啊！我们看这个克劳斯已经有一些，哎呦，双眼涣散。但是不得不讲啊，这个克劳斯虽说35岁，但是还是很抗揍啊！这抗击打能力的确是一流。好，那目前来看，我们壮壮的是第2个回合顺利拿下，第1个回合不确定。那么第3个回合就看壮壮怎么发挥了，但是我觉得还要注意防守啊！哎呦，注意防守！但是随着比赛深入，这个克劳斯的终结能力啊和重击能力已经变弱了。两个人都是不怎么做防守，双手相对来讲放的都是比较低。想多次去摔对手，但是呢要小心呢，难免受吃拳的。还是要打准啊！壮壮后面的拳呢是有一些飘，有些着急了，有些仓促。好的，后直顶膝没问题，阻止对方的一个进攻节奏。哎，这脚是挂裆了。但是裁判没有看到啊，这个胖子裁判是没有叫停。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那么打了3个回合，没有出现 KO 的情况。那么最终的话就要打分判定了。那目前我个人观测啊，这个壮壮的分数应该会高一些。因为他的打击密度更高啊，包括拳打的是比较准的。只不过第3回合后半段啊，最后1分钟呢是有些飘了，可能壮壮认为自己是赢了。这场比赛真的是打的哦，你看，完全不惧怕对方去换拳啊，你打我一拳，那我就还你一个更重的拳。那这种一往无前的勇气啊，的确是非常令我们敬佩了啊。好，最终的判罚，让我们看一下，裁判一致判定李壮壮获得了胜利。那么恭喜壮壮，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啊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我操！哎呦，正刀，打到，再次落地。中国小伙自学腿法点穴神功，不管对手防御有多强，都会被他一脚直接踢到躺尸擂台。好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手持双节棍霸气出场的选手就是我们的中国猛将霍小龙。那观众朋友们，光听他的这个名字啊，就知道这个人非常的厉害，是这个霍元甲和李小龙的结合体。那霍小龙来自河北邯郸，来自河北邯郸呢还有另一个狠人，那就是张伟丽啊，这个地方可真不一般啊，连出2个搏击高手。好的，现在我们话不多说，比赛已经正式开始。穿着这个金色短裤的红方选手就是咱们的霍小龙，另一边就是来自意大利的尼古拉马米尼。那这个尼古拉赛前也是非常嚣张啊，声称要把咱们霍小龙打到再也不敢站在这个擂台上，还称自己今后一定会是霍小龙的噩梦啊，要把霍小龙的这个4肢全部打断。可以看到现在双方是打的还是比较激烈。刚刚霍小龙也是主动的出拳，那霍小龙的这个拳法和腿法的组合是非常的厉害啊，而且这个打法和思路也是非常的清晰，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而且这个双方的体型差距都差不太多，那这个臂展也是差不太多，所以双方就看谁的实力更强。好的一个跳膝，是直接把这个尼古拉击退啊。那咱们的霍小龙实力是非常强劲，这个尼古拉也是看到啊，所以不敢去盲目的进攻。可以看到双方脚下的这个步伐，弹跳的步伐一直都没停，所以说双方的走位也是非常的积极。可以看到，连续的进攻，
那现在霍小龙是占据了一个优势，掌握着整场的一个节奏。而且咱们的霍小龙这一次是主场作战，所以说台下的观众也在为霍小龙加油呐喊，这也是极大的增强了这个霍小龙的信心。主场作战，所以来了很多的亲友团。对，霍小龙也是想在自己的亲友面前拿下一场痛快利索的胜利。那真是啊，那毕竟是在自己家门口，并且其实还得有一个前情，就是之前在这个新冠大之前，这个荣耀勇士出征了埃及那场比赛，霍小龙没有。可以看到这个双方打法非常勇猛，但是也非常的谨慎。那没有十足的把握，双方都不会去出拳。而且对于这种十分谨慎的选手，咱们的霍小龙也完全没有必要去着急，因为一旦是露出破绽的话，对于这种心思缜密的选手是非常致命的。那但是现在依旧是霍小龙占据的一个主导地位，一直压着这个尼古拉在打，好的连续的重拳。这个尼古拉是从一个角换到另一个角，疯狂的后退啊，完全是不敢去正面硬扛。现在时间还剩下25秒，哦呦，这个尼古拉是直接被击倒。来看一下站起来之后，咱们的霍小龙能否乘胜追击？哦呦，再次击倒。那现在的霍小龙是完全的占据了优势。可以看到这个尼古拉现在是蜷缩在地上，完全站不动了，站不起来了。那现在裁判也是直接结束了比赛啊，霍小龙也是以非常快的速度直接是拿下了这场比赛。那这个让我们看一下刚刚的这个精彩的回放，可以看到飞出一脚，直接是把这个尼古拉踹在地上啊，捂着肚子痛哭。那各位观众也千万不要走开，我们还有下一场霍小龙非常精彩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完全是要比眼前的这个美女还要好看啊！各位观众千万不要错过。好的，那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那红方选手红色拳套的依旧是咱们的霍小龙，另边这个蓝色裤子蓝方选手啊，打得非常猛的这个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退役特种兵啊，叫做乌斯曼。那这个乌斯曼看过上一场霍小龙的表现之后啊，依旧是觉得霍小龙的打法就是花拳绣腿，他想来自己挑战一下。那对于这种送上门的不要命的选手，咱们的霍小龙也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可以看到这个乌斯曼啊，现在战意非常旺盛，摇头晃脑，但是想尽办法想要去挑衅咱们的霍小龙。那霍小龙是完全不吃这一套啊，依旧是沉着冷静的这个打法。可以看到霍小龙现在完全没有着急去进攻，而是想要找这个乌斯曼的破绽。直接抓到对手的腿，把对手直接撂倒。那这个乌斯曼也是懵的啊，什么情况啊，就被他打倒了。可以看到这个乌斯曼站起来之后是明显少了一些嚣张，没有刚刚那些摇头晃脑的动作了。后闪反击，霍小龙非常快的反应过来就防守反击。现在霍小龙是主动的去进攻，再次把这个乌斯曼击倒。那这个乌斯曼现在就像上一局的尼古拉一样啊，一样是跪在地上。不过这个乌斯曼好像更坚强一些，表示自己还能挨揍。他站起来之后，明显刚刚那个嚣张劲儿是一点儿都没有了。现在也是一步一步的往后退。那现在咱们的霍小龙也是乘胜追击，完全不打算给这个乌斯曼一个喘息的机会。可以看到这个乌斯曼现在踢出一脚都已经绵软无力了。连续的进攻，再次把这个乌斯曼击倒。看一下这次他还能不能坚持，他还能不能站起来继续挨揍。好的，现在裁判是宣布比赛结束啊，这个乌斯曼是再也打不下去了。那现在我们来到了第3场比赛啊，咱们的还有不服咱们霍小龙的选手。那这个选手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塞里克。那这一次，可以看到这个塞里克长得非常的瘦小啊，不知道他能扛下多久。Tim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塞里克还想主动的出击，相比于前2个选手，这个塞里克更加的勇敢啊。
Operating out of that southpaw stance, very strong when he lets his hands go. Very light speed on. Slides away. 不勇的霍小龙现在已经摸清了这个塞里克的打法。这个虽然说打得非常勇敢，但是这个实力还是差了点意思。霍小龙也是想要主动的出击。哦呦，这一下是这个让这个塞里克直接跪倒在地上了。这一局比赛，观众朋友们更快啊，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解决掉了这个塞里克。果然这个太瘦弱也不太行啊。好的，那现在让我们恭喜霍小龙以绝对的优势赢得了这3场比赛的胜利。